现在有声音了吧？现在是不是有声音了呢？Hello，现在是不是有声音了？我自己能听到了，现在才有声音，还是出错了。把我这个大疆的麦克风连到了电脑上，忘记开了。然后 OBS 里边又指定声音必须要从这个麦克风里边接收，所以就没有声音。现在好了。好了，那下回我就知道了。哎呀，这2次直播都出问题啊。那咱们就开始啊。啊，今天的主题大家看到了，这个聊一聊刚刚去世的东野圭吾，我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几部作品，然后呢，其实主要可能还是聊我喜欢的其他的一些日本的推理悬疑的小说家，呃，就是日本很多小说家，其实像东野圭吾都算是比较跨界的嘛，对吧？你很难说他们就是纯的推理小说家，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大一点的词把这些作家给概括进来。悬疑加上来，然后加上推理，大概就能把我比较了解的、比较喜欢的几个作家都能够概括进来吧。那东野圭吾就是前几天刚刚去世嘛，对吧？他刚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产生一个误解，我一直觉得东野圭吾是我的同龄人，大概是因为他出现在媒体上都是一张静态的照片嘛，那张照片的话，可能就是40-50岁的一个中年人的样子，所以不知道咋的，就是一直是那个形象印在脑子里边，觉得东野圭吾跟我是同龄人，一看年龄吓一跳啊，是68岁是不是？快70了。那后来一想才对啊，东野圭吾怎么可能是我的同龄人呢？后来一想，日本这些作家里边，乙一才是我的同龄人啊。我一会儿会讲到啊，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的悬疑推理小说家，叫乙一，他说他好像是他本名叫安达高宽嘛，然后他写自己艺名的时候说，什么样的这个笔名笔画最少，最后想出来说大概就这2个字，甲乙丙丁的乙，一二三四的一，就2画，所以后来他就拿这个当笔名。我后来想想，大概我大学的时候开始读，乙一的作品，那时候他是少年成名啊，16岁的时候发表出道作，然后那时候出名了几年，所以我想大概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后来一想，果然是啊，乙一才是我同龄人，他是77年的吧，大概我81年，所以连我印象中的少年天才乙一都已经是一个快50岁的人了。那东野圭吾不能是，那肯定是已经是个老人家了。哎呀，感慨啊！连我这一代作家都已经是中年人了。那我以为是中年人的很多作家，其实现在都已经是老年了。刘慈欣应该年纪也很大了吧，对吧？印象中也可能还是他那个中年人的样子，但因为这几年他都已经不出来了嘛，现在应该也已经老了很多了。那我们先说一说东野圭吾好了。那可能要先跟东野圭吾的粉丝道个歉啊。我不是东野圭吾的粉丝啊，你87，不至于吧？呃呃，那我要先跟东野圭吾的粉丝道个歉啊，我不是东野圭吾的粉丝，因为咋说呢，我可能更加喜欢一些极端一点的作品，我更加喜欢的可能是一些那种天才型作家的作品，而东野圭吾可能在我心目中不算是一个天才型的作者，你可以说东野圭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作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杰出、很杰出的作者，也还可以说他非常的努力，是吧？但现在努力都不太是个好词了。但你完全可以说东野圭吾是非常的优秀的、非常的杰出的一个作家，但我觉得不能说他是一个天才作家。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东野圭吾的作品里边少了一点那种“哎呦我去”“哎呦我操”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天才写出来的东西是那种，就让你读完之后说“哎呀我去，还能这样”，
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的。但是东野圭吾的书其实很少有给我这种感觉的作品，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就是说他东野圭吾的这种作品有那种看完之后说，哎呀我去，一拍大腿说，我这个构思居然还能这样，这是正常人的脑子里能够想出来的东西吗？我觉得东野圭吾的作品不太是这样的，哪怕他最极致扭曲的一些，或者说最天马行空的，解忧杂货店啊，最扭曲的恶意啊，白夜行啊，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脑子里边可以想出来的东西。呃，我自己有一个就是说衡量作家的这种天才程度的一个主观标准啊，我觉得天才是要让人绝望的，可能不光光是作者吧，可能也包括导演什么的。我记得好像罗永浩可能有一个跟我很像的一个感慨啊。罗永浩说他以前一直想这个做导演嘛，然后看过一个啥片子之后说他就再也不想当导演了，因为他就绝望了。这个他不是用这个词啊，但我把它说出来，我就是说，天才是要让人绝望的。你可能本来很想写书，很想写小说，但是看过某一个人的小说之后，你就说算，我这辈子还是算了吧。那种就是天才型的作家，天才型的创作者。那有一些作家就会让我有这种感觉，但东野圭吾不是啊。东野圭吾的书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但是他没有让我产生特别强烈的绝望感。他的小说可能看完之后，我会想，说不定这个东西我来处理的话，会比他更加完善一点呢，对吧？我说不定逻辑上这一块能够给他补得更强一点呢。嗯，所以东野圭吾的小说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大脑能够构思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那一批东西之一。但天才搞出来的东西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正常的人脑能够想出来的，是那样的。那所以这个，呃，我不是东野圭吾的那种铁杆粉丝啊。东野圭吾的书我看过的不算特别多，我没有完全看全。我看的书比较杂嘛，那很多我后面讲的作家，可能我都没有完全把他们的作品全部都看全啊。那我就是抛砖引玉吧，把我知道的一些好的作家，我读过的他们的好的作品拿出来给大家介绍。如果你正好不知道这些作家的话那你去读我给你推荐的这几本，我想很可能是会打开你们的新世界的。好，那我们就先说一下东野圭吾几部我特别喜欢的作品。东野圭吾的作品里边，我看完之后打5星，就是豆瓣上那种1星到5星啊，5星就是满分了嘛，相当于就算是我的给出的最高评价了嘛。东野圭吾的作品里边打5星的只有2部作品，一部我觉得是东野圭吾的最高作，生涯最高作《恶意》，大家这个知道吧？有朋友看过吗？恶意我把标题打出来。这是一部，这虽然说是一部算是推理小说吧，但它跟其他推理小说非常不一样。就是这本小说在开始没有多长篇幅的时候，凶手就已经被抓住了，而且是没有疑问的那种，没有反转的那种，就是你就知道凶手是谁。但是这本书真正可怕的是这个凶手的杀人动机，不是像有些那种比较猎奇的推理小说那样，就是说最后2章，前一章把凶手的这个犯罪手法给弄出来了，最后一章讲他一个特别猎奇的东西，不是那样啊。这本书的恶意，这本书的主要的章节实际上都在铺陈那个动机，就是他实际上那个凶手是用一个假的动机要杀人诛心，就是说他这本书的标题叫做恶意嘛，整本书实际上讲的就是人的一种非常让人毛骨悚然的恶意，而且这种恶意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都能够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人可能会有的，就是那种我看到你非常好，然后我见不得你比我好。那一般人见不得你比我好的话，那可能也就背后说坏话啊什么的，对不对？给你使点绊子啊什么的。但《恶意》这本书，东野圭吾把这一种恶意推到了极致，就是这个凶手用了一个这个案件里面的动机来杀人诛心。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是东野圭吾把人性推到某种极致的一本书啊。那在我这里这本书是可以满分的，而且它是这种推理小说里边可能讲这种犯罪动机的，可能是最高杰作之一。当然，当然这种动机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作品也很多，后面就会讲到。但这本书是非常极致、非常特别的。那它可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推理小说了，虽然这是他的那个，东野圭吾小说里面有两大侦探嘛，对不对？这个恶意里面是那个加贺恭一郎系列，然后另外那个嫌疑人 X 的诞生是另外一个，对吧？一个物理学家还是啥，对吧？是另外一个侦探。那这个恶意是属于这个加贺恭一郎系列的，加贺恭一郎系列的基本上这种社会派推理嘛。就讲这种动机，讲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背景啊什么，这方面比较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个《恶意》这本书是东野圭吾的小说里边排第一啊。但是在夸奖之后，我可能还是要这个说一点点坏话啊。就算是这个东野圭吾的这样一本，在我心目中他的最高杰作，但这本杰作的原创性，我觉得我是有点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另外一本小说，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本小说更早啊。如果我错了，你们一定要纠正我。哪本小说呢？就是连城三季彦的《一朵桔梗花》。嗯，这个这个小说集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小说集里边有个短篇小说叫做《绯红色的文字》。这个短篇的这个概念跟恶意几乎一模一样。它的那个概念，它是一个短篇而已。恶意是一部长篇，但是绯红色的文字的那个核心创意就是恶意的创意。当然我不能够剧透啊，剧透就剥夺了大家的这个到时候读书的乐趣了。那所以我觉得，东野圭吾的这本最高杰作，它里面这些点子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的完全他自己原创的？我存疑啊。但不管怎么样，恶意是我心目中东野圭吾的第一神品。然后第二部同样可以打5星的，就是更加有名的那个《解忧杂货店》啊。《解忧杂货店》就完全不是推理小说了。它讲的是这个几个小偷，好像是误入了一间什么，已经废弃的一个杂货店，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发现那个店主怎么一辈子好像都是，是不是一个收什么有那种穿越时空的一个信件，对不对？帮别人解惑，对吧？然后最后这个好几封信件，好几个好像是2个时代的人物，最后都在一个场合里边，所有的线索全部都集中起来，都给串起来。这本书在构思上，然后在这种非常温暖的那种感觉上，我觉得都是这个东野圭吾的一部代表作。然后也拍成了影视剧吧，我记得还有易烊千玺演的一个中国大陆版是吧？听说拍的极烂，我是没看过。好像也有这个日本版的影片的。小说本身非常的厉害啊。嗯，有朋友问说，魏老师您还在宁大吗？很荣幸曾经听过您的课啊，欢迎欢迎。这个我以前的学生啊。我现在不在宁大了，我是哪一年的时候辞职的？09年吧，09年我就辞职了。我现在是一个，我现在可能在，我不知道，我是广义上的灵活就业者，灵活就业人士。我现在就是这个在做互联网上的这些东西啊。然后之前也写书嘛，我背后那几本装模作样摆出来的都是我之前写过的书嘛。然后也写书，然后现在主要在做互联网上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教书了哈，但是我的教师资格证还在，所以你叫我一声魏老师也还是可以的。我理论上还是个老师啊，货真价实的老师。好了，东野圭吾这个解忧杂货店啊，还有恶意啊，打5星的就这2本。那后面有几本我觉得还不错的，超杀人事件，非常幽默的一本一本这个叫做原推理小说，就是那个原就是那个元气那个元嘛，对吧？原推理小说就是关于推理小说的推理小说。
里面讲的是那个一个推理作家跟各种编辑斗智斗勇的故事，非常有趣。那本小说里面充满了推理作家的怨念，很幽默，跟东野圭吾其他的书非常的不一样啊。超杀人事件，这也是一本挺推荐的书但是只是好看而已吧，对吧？嗯然后呢，那就说说东野圭吾最红的那两本书了，在我这里的评价都不太高啊。这是我一直对这两本书评价都这样啊，不是这回为了哗众取宠这样打分，对吧？你们去看我豆瓣上十几年前打出来的分数就是比较低的，一个是《白夜行》，《白夜行》是东野圭吾最著名的两大作品之一嘛，对吧？另外一个是《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讲的是一个那个女主男主形成了一个类似那种光明面和阴暗面双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生态嘛，对吧？女主在前面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活在阴暗里面的男主，替她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把她生活里面的各种麻烦都一些极端手段给处理掉嘛。那这本书我觉得，虽然这种东西像挺变态、挺重口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边那种重口虽然很扭曲，但是引不起我的共鸣。我觉得我能理解的那种扭曲，可能口味更重一点吧，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分支、另外一个派系的，但不是这种。我觉得这本书里面那种女主的那种扭曲，完全就是一种非常荒唐的，我没有办法跟她共鸣的一种东西。所以这本书我无法引起共鸣，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也启发了后来很多作品。之前那个拿了那个在那个柏林电影节拿了金熊奖的那个叫做叫什么来着，《白日焰火》对吧？桂纶镁演的那部片子，大家看过吗？嗯，桂纶镁演的那个《白日焰火》，《白日焰火》那部片子其实几乎不就是《白夜行》改编嘛，对吧？结果这个可能也没有跟人家版权费啊，然后就拿了一个金熊奖，对吧？白日焰火拍的也不好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题材大家这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部，东野圭吾最知名的作品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了。这个拍成电影的版本就更多了，是吧？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谁，是谁演的？反正也是一个大陆版本，拍的挺好啊，片子本身拍的挺好啊，但这个故事本身为什么不太喜欢呢？我以前写过一篇影评，有文字版的，后来我在早期的时候做成过音频节目，那期节目叫做《嫌疑人 X 的现身》，现了也白现，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啊。嫌疑人 X 的现身是东野圭吾最著名的纯推理小说嘛，对吧？里边是设计了一个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轨迹用了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惊天计谋的这样的一个轨迹，混淆了一些一个真正的杀人案的一些线索嘛，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轨迹非常的了不起。然后这部小说把人性写的也非常的极致，就是一个人对一个单身母亲有一种那种非常执着，又很那个什么的，又很不外露的那种藏在心里的爱，最后用了一种就是完全把自己给献祭的一种方法，用了一个惊天诡计，帮那个单身母亲帮他爱的那个单身母亲脱罪嘛。那很多人都觉得这本小说在社会派和在那种纯推理的角度上都做到极致了，但是我看过好多推理小说，这个我可以负责，我对这个的判断我今天也不会收回。我觉得这本小说的那个案件那个轨迹本身是不成立的，那个案件本身是可以用简单的多的方法给处理掉的。所以我说嫌疑人 X 的现身现了也白现。如果我抛开任何道德的这个约束啊，然后抛开任何法律的约束，在那个环境下爱上了这个片子的女主，爱上这本小说的这个女主，我要想出一种方法把她脱罪，我可以把我自己保全下来，然后把那个母亲也保存下来，然后把警察都骗过去，我可以做到。但是这个被所有人最称道的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用了一个那么奇怪的一个计谋，最后其实谁也都没有保住，把他自己也给献出去了，这算啥呀？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推理小说呀。
所以我很不可理解啊。那东野圭吾的小说就这样吧，就可以先随便说到这里啊，因为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他的作品。那好，那后面我就来讲我更加喜欢的那些可以放在日本的推理悬疑小说家这个大帽子下面的这些日本的推理小说。有同学说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嫌疑人 X 的现身是作者为了炫技而已吗？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如果他为了炫技的话，他可以那就他炫出一个真正让所有人都觉得无话可说的一个轨迹啊，一个案子啊。但他并没有啊，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啊。他让我这样一个不算是专业的读者，都挑出来一个显然是有逻辑硬伤的一个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不是炫技啊，这就是纯粹的不高明嘛。还有朋友问说，那加贺恭一郎系列老师的评价如何呢？那东野圭吾的最高作《恶意》就是加贺恭一郎系列的呀，那5星啊，那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作品啊。还有另外一部我也是好评的，但我觉得它就离最好可能还差一口气，叫做《新参者》。就是讲，好像是讲那个加贺是不是第一次当警察的时候啊？好像在一条小一个街道里面，就是今天碰到一个小案子，明天碰到一个小案子，也是到最后一章，好像把所有的案子全部都联系在一起了。那构思上也挺巧妙的，而且加贺系列都很温暖嘛。新参者那个也很不错，新参者，我评一下，OK，就这一部也推荐4星吧，4星推荐。那其他的，我看过的我也想不太起来了，我能想到的就这些啊。对，东野圭吾我们就说到这里。那后面呢，就讲讲我更加喜欢的、我更加欣赏的一些小说家，里面有一些可能就是那种非常怪的怪才，还有一些是那种让我绝望的天才了。那还有一些是写出过那种就是说让我觉得叹为观止、拍大腿，哎呀我操那种作品的。好，那我就按照作家来分类啊。我今天把我读过的书稍微归了归类啊。好，第一位我要推荐的作家，我以前在一个YouTube 的社区帖子上我推荐过他的书的。这位作家叫做早坂令啊，早坂令啊，吝啬的这个令啊。这是我心目中最牛逼的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吧，加个之一好了啊，早坂令啊。那早坂令呢，他现在成系列的作品主要是2个系列，一个是最著名的上木荔枝系列，上木荔枝是他那个小说里边的侦探的名字啊，是一位女侦探，这个侦探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是一个援交少女，非常的重口啊。他的这个上木荔枝的系列非常的神奇，极其神奇啊。就是他把情色、把18禁的那些东西、把少儿不宜的那些东西，跟本格推理，就是跟最硬核的那个推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不是搞怪啊，他不是说这个一边搞点这种色情的东西来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在另一边写推理小说，他不是这样啊。他那个案件的核心轨迹里边，就是把色情的元素跟把18禁的把那些。说出来这个直播就要被直接黄标的那些东西，跟他的那个推理的过程，跟那个轨迹本身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把他这个书里的那些色情的、18禁的、儿童不宜的东西拿掉的话，整个书就完全不成立了。然后就是早坂令写的是这样的小说，叫上木荔枝系列。然后这个系列里边的代表作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帖子里边，这个推荐的，就是这本书，就是一般是翻译成彩虹牙刷啊，我不懂日文啊，我不知道日文可能也就是这个彩虹牙刷的意思吧。然后彩虹牙刷这本书是，上木荔枝系列的最高杰作，那打5星都不行了，就是。打5星之后，后面再加几个跪在他面前的符号，才能够表达我的那种心情。这本小说就是前面大概有6、7个案子吧，我记得是可能7个案子吧，因为这本小说就是讲这个上木荔枝
一个星期每一天都会换一个颜色的牙刷嘛，大概是7个案子吧，好像是，每一个案子都是这种爱情动作推理啊，但都是这种单独的一个案子，一个一个的案子，然后最后一章超级神展开，最后一章是在这个原来一个你觉得只是一个单篇的这种短篇推理的基础上，不但把前面的案子全部都串起来，而且是一番一番的往上翻，先把它从一个完全现实的一个作品翻成是一个科幻，然后再翻成那种原小说，然后再一番一番的翻上去，那简直就是那种就完全不是正常人的脑子能写出这种书来了。这本书我刚才说过的这么多特点，有这么其中一两个，有这么其中一个都已经是让人惊掉下巴的作品了。然后他居然能够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而且每一块都写到极致，那这不得了啊！这部作品在很多推理迷心目中，这个地位非常高的，但据我所知，现在完全没有中文版吧？我看的版本是网友民间翻译的，很敬业啊，他们就是凭借自己的爱好把这个给翻出来了，那翻译质量非常好，大家在网上能够找到。那现在只有日文版，因为它尺度太大了，所以可能哪怕在香港、台湾出版，可能也是18禁的。我不知道，像台湾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台湾是不是有那个图书的分级制度？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可能有的话，可能也是放在什么成人像那一集里边了，所以可能这本书就一直没有出版。据我所知还没有。好，这是上木励志系列里边的第一本啊，我觉得这个超强推荐的。还有另外一本叫做《双蛇密室》，也是上木励志系列的。这本书这个也是这个爱情动作推理啊。这本书，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恶意的时候，不是说恶意是那种动机让人这个毛骨悚然的那个极致嘛，对不对？那这个双蛇密室双蛇密室不是讲动机啊，不好意思啊。双蛇密室是不好意思，我想串了。双蛇密室是他的那个凶手到底是谁？是几乎是在最后一页才揭秘的，是在最后一页。这本书我看到还剩10页的时候，我说就这样吗？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把这本书吹到天上去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过好的推理小说呀？说你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密室案件而已吗？这样的一个密室案件，在我看过的密室里边都排不上前20啊！这算啥呢？结果最后一页，真正推出来那个这个一个隐藏在最后的那个凶手是谁，就绝对让你就觉得，就是哎呦我去，就是说还能有这么不正常的脑子，能够想到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犯罪手法，犯下如此不正常的一个案子吗？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心理承受能力一般的小朋友不要读这本书。好的啊，那这就是双蛇密室啊。然后呢，早坂令的这个另外一个现在比较成系列的作品，就正常的多得多了，正常到中国大陆都有翻译版，而且据我所知基本上没有删节就是这么的极端，所以人家是天才嘛。另外一个早坂令的另外一个系列叫做侦探 AI 系列，也是早坂令的。这个系列是干啥的呢？这个系列的这个侦探是一个人工智能，然后还是极度的显现功力啊。这本小说是，这个系列是每一个案件都跟一个真实的计算机问题、AI 问题直接相关，就跟那个上木励志系列的那种结合非常的像。上木励志系列的话是把那些18禁的东西从那个案子里面拿走，这个案子本身就崩塌了，就没有了。这个侦探 AI 系列呢，是那个案子完全建立在一个真实的电脑 bug、计算机 bug， 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算法问题、一个 AI 问题之上呢。那这就需要一种这个作家真是厉害啊！就是他是针对这种计算机的 AI 的这个算法的这些问题，是真的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了解的，然后他才可以构思出这样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的系列比那个上木励志系列要知名度要小很多，评价没有那么高，
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系列挺游戏性的，就是说整个背景设定什么都很夸张。但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炫技的这样的一个推理作品嘛，所以我觉得没啥呀。反正这个系列我是蛮喜欢的。侦探 AI 系列现在有好几部了，比如说四元馆事件啊，还有叫做侦探 AI，还有叫做犯人 IA 啊，好几部啊，我忘记前后顺序了，大家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啊。如果早版令的作品大家只要看一部的话，那就去看彩虹牙刷。好还有一部值得一看啊，叫做也是这个上木荔枝系列，好像是上木荔枝系列的一个初代作品吧，好像是这个早版令的出道作，叫做我先速度看几个圈啊，就8个圈杀人事件。其实这本书的书名不叫8个圈杀人事件，而是这个这本书的标题被隐去了，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本书摆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人拿了一个记号笔，把那个书名的前几个字在这本书的任何地方全部都划掉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本书巧妙就巧妙在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是谜底，就是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一行，就是把这本书的最后一行就是把这个书名给填完整，然后就是整个案子的谜底，也是这本书的书名，就非常神奇。全书的精华就在这本书的最后这一行字里所以这个作者是个怪才早版令是我推荐的第一位。好，然后我来讲讲这个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位然后呢，这个今天多长时间了？已经讲了这个半个多小时了，今天我就讲1个小时左右吧，好吧？然后呢，我整理出来的这个书单蛮长的，如果我讲不完的话，我剩下来的东西就在下次开直播再讲。下个星期如果有这种比较应景的、比较时事的话题，我们就讲别的。然后可能比如说再下一次，如果没有什么当时特别的新闻的话，我们就回过头来把后面的那些我喜欢的作家作品我们都聊掉，这样可以吗？我今天开了这个 OBS，所以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直播的画面比我现在现场的这个画面要稍微延后一点点的，所以我现在问题问出去了之后，你们一会儿可以这个留言告诉我，然后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可能也会稍微慢一点，因为我问大家问题什么的时候，这个你们可能会刚刚听到对，可能要差个1分钟左右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这个在这里留言吗？那我看到的话，我就直接跟你们交流好的，那所以我就不急着讲了嘛。那这种话题，反正我可以一直讲下去，是吧？讲完推理悬疑，咱讲科幻，对吧？讲完科幻，咱讲武侠，在后面讲言情小说，是吧？好，那我再来讲我的下一位这个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位作家麻耶雄松在这个麻耶雄松，为什么我看到的那个自动翻译了，自动翻译翻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里可以，如果你有翻译的话，可以看如果你开了翻译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打出来的原文字，麻耶雄松，江湖人称麻神推理小说的那些推理小说迷把它叫做麻神但注意，麻神这个绰号不是说他是个神仙，麻大神，是麻神经是这个神经病这个意思的麻神。但实际上我开玩笑，就是说是2个含义都有。麻叶雄松是日本最特别的这个推理小说家之一，特别在哪里呢？他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推理小说家里边的一个绝对的异类。可能是唯一一个这种角度的异类。他有一点东西跟所有的推理小说家全部是站在反面的。我这个描述不太对应该是所有的推理小说家都站在他的对面。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大家看推理小说最爽的是什么呀？就是
这个小说10章，对不对？前面9章就是一个一个人死掉，对不对？然后你抓破了脑袋你也想不出来是怎么犯的这个案子，凶手是谁。然后最后一章，侦探登场，对不对？然后侦探一登场，你就知道啊，这下稳了，对吧？这下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边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着这个侦探把这个案子破掉就行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侦探来一登场，他就会抽丝剥茧啊，去分析为什么这个人不是凶手，为什么这个犯案手法是这样的啊，然后一条一条线索串起来，最后说凶手就是你，对吧？就把这个凶手给抓出来了。所以呢，在所有的推理小说里边，侦探的登场都是增加这个故事的确定性的。可以说，在侦探登场的前的那一瞬间，这个小说是发散的，谜底可能有 N 种可能，但是侦探一登场，这本小说的确定性就极度的收敛了，就好像是量子力学里边前面都是，量子力学里边前面都是一个那种量子叠加态，对不对？侦探一出场的时候，这个量子叠加态就坍缩了，最后坍缩出来一个唯一的真相。所以在几乎所有的推理小说家这里，侦探的出场都是增加确定性的，会让这个故事收敛的。就好像是大家不是说《西游记》里边谁出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稳了，那就是观音菩萨嘛，对不对？看到这个悟空他们搞不定的时候，只要这个观音菩萨一登场，大家就知道稳了，对吧？就是这个妖怪肯定是要被收服了啊，这个就是一定是有惊无险了，对吧？大家都平安了，没事了。那这位朋友说侦探观测到了状态，所以全部都退香干了，是吧？是的呀，就是这样，对吧？所有的推理小说，侦探全部都起这个作用的，对吧？几乎没有例外。但是麻耶雄松麻省这里的侦探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他的侦探出场的时候，熟悉麻耶雄松的这些这些这个观众们这些读者们就说完了，原来我知道可能有1、2种可能性，麻耶雄松的侦探出来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会走向更加混乱的境地。我所知的推理小说里边，只有麻耶雄松的侦探出场之后是增加确定性的，是让这个小说走向更加混乱的局面的。这样的小说你们见过吗？我是只有在推理小说里边，我只有在麻耶雄松的作品里面见过。其他侦探都是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稳了，麻耶雄松的侦探一出来，大家就知道完了，这下故事要彻底放飞自我了。其他的推理小说是，这本小说里面出了很多的事情，侦探来把这些事情给摆平，而麻耶雄松的这个小说是出了很多的事情，侦探来了之后就要出大事了，侦探来之前都不算大事，侦探来之前就要出大事了，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麻耶雄松是所有的这个推理小说里面最独树一帜的。所以他的小说是褒贬非常的不一致的。你们如果去看那个豆瓣上或者其他这种书评网站上去看麻耶雄松的作品，评价总分应该都不高。但是你点进去，如果你能看那个分数的分布的话，可能会非常诡异。别的小说可能都是一个什么像纺锤形啊，对不对？可能是什么4星或3星的时候最多，然后两边就像正态分布一样变少，对吧？但是麻耶雄松的话，可能是有一半的人打5星，然后剩下的人打2星，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就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我这种感觉最深的一部小说，叫做《独眼少女》。因为那个侦探是一个一个只有一只眼的一个少女侦探嘛，我忘记了她是不是那个独眼好像有点什么特异功能还是啥了，具体的我已经不是特别想得起来了。这本小说这本小说的这个最后呢，就是在这个独眼少女这个侦探出来之后，去做这个案件的这种推理了之后，他是把这个案件一番一番的往上翻，就是这种就多重解答嘛。但他的这种多重解答跟其他的那个侦探完全不一样。有一些推理小说家是炫技嘛，就是说会告诉你，我告诉你了，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说一种答案，你会觉得哦，好有道理啊，
那这个凶手是不是 A 啊？然后侦探邪魅一笑说：“你们都错了，因为 A 有这样的一个不在场证明，所以我刚才这些推理全部都不成立，所以应该实际上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出一个解答来，大家又说：“哇，你这个才对啊！”然后侦探说：“还不是。”那最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那最后无论如何都是收敛的，那是别人的那种一番一番往上翻啊。在麻耶雄松这里呢，独眼少女也是一番一番的往上翻，翻到最后已经没有人知道真相是怎么样了。就是他是把这个小说的混乱度一点一点的往上增加，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故事一开始是牛顿力学，到最后就变成量子力学了，就变成薛定谔的猫了，就变成所有的状态都叠加在一起了。所以它某种程度上跟所有的推理小说都反过来了，很有意思。那麻叶雄松的这个，他也有那种系列的那种侦探的嘛。他最著名的一个系列侦探叫麦卡托，麦卡托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没有道德准则，也经常这个可能搞到半天，最后就是他比这个什么什么凶手还要坏，或者就是我甚至看过有一本那个麦卡托系列的，就那个麦卡托死了，系列人物哟。在这个故事没有，在整个系列都没有完结的时候，他在其中一个故事里面死了，死透了那种死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后来是活过来了，还是就不圆那个东西了，我忘记了。那所以就很多人看那个麻叶雄松的小说会看得极其崩溃。本来看推理小说就是想要最后那个搬个小板凳，一边吃瓜子一边看这个侦探怎么样把问题解决的，结果越看到后面，这个心越慌，越看到后面脑子越混乱了。那所以很挑人啊，所以这个麻叶雄松很挑人啊。大家要看的话，就先看一下独眼少女吧。如果独眼少女你能够接受的话，再去看他的别的，比如说什么新本格三大奇书之一的夏雨冬的奏鸣曲啊，这个我也应该推荐一下啊。夏雨冬的奏鸣曲也很神奇，就这个故事的这整本书的前四分之三啊，这本小说你都觉得已经好像翻不出什么花来了，而且写的挺烂的，就有点像一本草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小说。结果最后四分之一，突然之间你感觉就我前面是不是白看了？这个故事怎么进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进展呢？但到最后又好像这个故事又结束的稀里糊涂了，就这种小说。如果你们看得惯独眼少女的话，你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夏雨冬的奏鸣曲啊。那麻叶雄松很挑人的。那下面这位应该就不挑人了。我觉得任何读者都能够从他的作品里面找到你非常喜欢的。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隆重推荐的，在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就登场过的乙一了，世界上笔画最少的这个作家之一啊，他为了这个取一个这个笔画最少的笔名啊，就取了这个乙一啊，一共只有2画嘛，但是他也很不老实啊，我觉得他就属于那种才华漫出来的那种人。所以他光在一个笔名下写小说，他还觉得不够。他后来又变出来其他的几个笔名，有一个笔名叫做中田勇一是吧？还有一个笔名叫做山白朝子，还是读成山白昭子啊？我不知道啊，我反正也不懂日文，我也不知道是读山白朝子还是山白昭子，我就读山白昭子吧。听起来像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啊，但是乙一是男生。乙一写那种很多那种女性第一视角的小说写得非常好，因为他的心思极其细腻，所以他很多小说的这个是女性第一视角的，我觉得写的都不违和。但是男性第一视角的更多的小说写的也很好。然后呢，这个乙一他为什么后面有不同的笔名呢？因为他居然他的才华多到这种天才的这种才华冒出来啊，就可以冒到就是说他相当于可以从自己的这种写作里边隔离出来一个单独的人格。
去这个写一类小说，这个应该读朝对吧？就是早晨的意思对不对？朝日这个意思对吧？那我就读山白朝子吧。那就说山白朝子啊，像他之所以用了山白朝子这样的一个笔名来写另外一类小说，就是因为他原来以一这个笔名呢写的是就是其他的一类作品，我一会儿再讲。但山白朝子这个系列这个笔名下写的全部都是志怪小说，他以前没有拿以一写过这一类小说，于是他就居然可以做到，我搞出一个笔名来专门写一类不一样的小说，才华就恐怖如斯啊！以一就是我说的那种天才型的作家，那前面两位也是啊，但是他们更像是怪才，但以一就是这种真正的就是天才型了，就是他写这种那种温暖系的暖心的那种作品，可能能让这个泪腺比较发达的朋友看着看着就看哭了，看着这个热泪盈眶了。然后他写那种非常变态黑暗，把那种人性的一些东西推到扭曲的极致的，他又可以比东野圭吾真正能够进入到那种黑暗的那些人的那种心里边去。东野圭吾写的那种恶，我觉得是一种还是常人的恶，但是乙一就能够写出来那一种，你就觉得他不是特别正常的那种恶。那在乙一的这个笔名下呢，这个这位朋友说日本人其实挺爱这样的，用不同的名义做不同的领域的形象或作品。哦，是吗？哦，那是这样啊，那他们也是很有才啊，他就很有才华呀。我就没有办法再弄一个笔名搞别的东西，对吧？我写影评和我在这里讲书，和我当老师，对吧？我全都一个名字，才华不够嘛，对吧？那还是人家有才华呀，才能去隔离啊。就像他们说，嗯，就像他们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就他们说那个《冰与火之歌》，乔治 R.R. 马丁他不是非常善于把自己的小说里面的人物给写死嘛，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说他非常的残酷，他非常的残忍啊，就是动不动就把自己小说里面的角色给弄死。像《冰与火之歌》那个奈德斯塔克一出来，当了一部的主角啊，大家都觉得他可能就是主角啊，就非常果决的，就是能把他干掉。那后面更是杀人如麻，对吧？小说里面的人物全随随便便就能弄死，但是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别人学不会的，为什么呢？不是学不会，就是能不能把自己的小说里面的人物搞死？要搞死的话很简单，我一会儿就去写一个短篇小说，先给你介绍50个人登场，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杀掉49个，很简单。难的是你真的有角色可杀，你真的有角色可杀的意思是这个角色真的是你是要写到有血有肉，写的他真的像活的一样，真的是读者要带入进去，这样的角色你把他杀掉，然后才有乔治 R.R. 马丁的那种震撼。所以乔治马丁真正厉害的是，他的书里边竟然这样一个小说一个故事里边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就有几十个可以供他写死的人，那就意味着那几十个角色都是活的，然后你把他写死，大家才会觉得很震撼。所以他是那种也是那种才华溢到满到这个就是漫出来了，所以他能够构思出这么多鲜活的人物，然后再狠心把他们写死那我觉得这是才华的表现了。那说回乙一啊，乙一就是他哪怕在乙一的这个笔名下，他实际上都有双重人格，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乙一当年就有一个双面性，就是出版界也都是公认的，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分类，读者也是很熟悉的，就是黑乙一和白乙一。黑乙一是专门写那种非常阴冷、非常残酷、非常扭曲、很变态的那种故事的，让你看完之后头皮发麻那种。然后还有一个乙一是白乙一，白乙一就有的时候经常是女性第一视角啊什么的，写出来都是那种非常温暖温情的那种故事。然后它是这样的，就白蚁一黑蚁一啊，然后
我就分别说几个黑蚁衣、白蚁衣，我比较印象深的故事吧。黑蚁衣里边的一个代表作，就是Zoo，也有直接把它直接这个翻译出来，就是动物园啊，Zoo 是一个短篇集，里边的话有一些是有科幻色彩的，有一些的话就是一个悬疑故事。那个悬疑故事的话是带有很强的那种恶心变态的那种张力的。比如说有一个作品我印象很深的，叫做《七个房间》。七个房间的话就是讲一个人被，好像是有姐姐有弟弟吧，然后姐弟两个人啊，然后还有另外5个他们好像不认识的人，然后被关在了一个连排的一个房间里边，然后每一天都有一个房间里面的人被杀，然后被那种虐杀掉，好像是，最后看这对姐弟的他们最后的命运怎么样。是他是以非常著名的一个黑蚁色彩的那种变态虐杀的那种故事。这个就是黑蚁衣。黑蚁衣还有一个代表作叫做告斯断掌事件。告斯断掌事件，我记得好像是一对非常就是变态潜力无穷的一对侦探吧，讲的是一对就是那种非常不太正常的这样的一对侦探他们的故事。告斯断掌事件里面的案件精彩不在于推理，而在于变态。推理小说我觉得就要写的这么扭曲才够味儿，这也是黑蚁衣的一个代表作。然后还有白蚁衣啊，白蚁衣里边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有2个短篇小说集，一个叫做失踪 Holiday，一个叫做被遗忘的故事。我这些可能都是简体中文版的翻译啊，可能繁体版翻译不太一样。对，就可能翻译不太一样啊。那这里边这2个都是白蚁衣的一些小说集，我记得这2个小说集里边都有同时收录的有一个奇幻小故事，叫做《幸福宝贝》，或者叫做什么《幸福是只小猫》，还有一个我更早时候看到的译名叫做《形似小猫的幸福》。形似小猫的幸福这个短片我非常喜欢，非常非常治愈啊。如果你们要看白蚁衣的话，就看一看这个。好，这是蚁衣。然后呢，蚁衣山白昭子这个出来的这个作品，我最喜欢的一部就是前段时间刚刚看完的那个。我在之前的那个一个帖子里边讲到过，给大家分享过的，小说家与业的分界线。是一个既有一个连续的讲述者，但是它里边讲的是一个一个的这种怪谈故事，讲的是一个第一人称的一个作家，讲他认识的一些非常奇怪的作家跟他们的小说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原小说，就是一本关于小说的小说啊。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些译名应该都差不多，都一样，对不对？对啊，我记得 Zoo 好像就一样，对吧？高斯断掌事件也一样。哎，我的书架上的高斯断掌事件是不是就是台湾版啊？哇，你看我这个后面，哎呀，蚁衣这几本正好放在后面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是译林出版社的。哎，我实体书还是留着不少啊，因为我后来主要都买那个电子版的书了。但是我这个书架上还是留着不少我的纸质书啊。以后我做一期节目看看，我就随便拿一些书架上拿一些纸质书跟大家讲了，好吧？我这边还有不少宝贝哦，有不少这个作家签名版哦。现在这个拍不到啊，再加上面那一点那一格上，那本《三体》就是刘慈欣签名的呀。还有严歌苓签名版的，是小伊多赫吗？好像是。还有我这个
当年这个去找李银河签名的这个一本王小波的书啊，都在上面啊。我前几年搬过家嘛，然后搬家的时候书负担太大了，就是实在是搬不动。然后那时候又觉得可能自己以后的生活挺漂泊的，就不想留很多这种纸质版的书，然后就把很多书都在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卖二手书的一个 APP 叫做多抓鱼啊，我就在上面好多都卖掉了，所以我现在这边留着的这个书不多了，但我一些特别喜欢的还留着啊，可能以后再搬家也带着吧。高斯断档事件啊，那我记错了，这个不是繁体版，那这个就是译林出版社的版本。我记得这本书后面有几个那个增加的一个叫做增篇，反而比本篇还好看。所以断档事件，如果你们有看到那种增篇的话，可以从后面增篇开始看起啊。乙一的书正好在这个角落啊，这本书我也很喜欢，乙一的暗黑童话。这个是一个他写的黑乙一的，黑乙一的讲一个特异功能凶手的一个故事。这本书我觉得它是强烈的受到这个荒木飞吕彦的这个九九奇妙冒险的启发的，因为里边的那个凶手那个能力，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替身使者，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啊，因为乙一是跟荒木飞吕彦有过合作的。九九奇妙冒险大家看吗？九九奇妙冒险的这个唯一的一个衍生的这个小说，就是乙一写的，叫做 The Book。书啊，我看一下，我这个，对，我这个提纲上有写，我把它 copy 一下。对，有这样一本小说的，算是与荒木飞吕彦跨界联动的吧，就写的是，九九奇妙冒险》不是人气最高的其中一部是第4部嘛，就杜王町的那部嘛，对吧？就疯狂钻石那一部嘛。然后这个 The Book 就是杜王町那段故事的一个衍生。就讲的是那个，就杜王町那里面除了说那个对，除了吉良吉影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恶魔，还有一个隐藏，那是一个就是非常一个也很适合凶手的一个那种替身能力吧。最后我记得好像是跟主角团的某几个人遇上了吧，对吧？我看过太久了，看过实在太久了。不可没有实体书，我好像我是没有实体书啊。这个我这个角落正好都是乙一的书呢，这个真的不是安排哦，我已经忘了我后面正好这一块都是推理小说了啊，这个就是失踪 Holiday， 我最喜欢的白乙一的作品，这个也是译林出版社的版本啊，当时的版权都在译林这里，然后夏天烟火我的尸体，那这个一般般了，这一本一般般啊，这个是他的出道作，但是乙一16岁的时候就写出来这个了。我16岁的时候会啥呀？我16岁的时候书都没有读过几本。然后这个，有朋友说还有一本《黄金之风》里的讲福葛的小说，是吗？那我记错了，谢谢补充。第5部也有一本衍生小说是吧？那我忘记了，我不知道哪来的印象啊。我说这个好像说这个拓展小说就这一本，那不是吧？忘记了，搞错了。然后这里拿到的就这几本，以后有别的书这边再抽出来给大家看啊，好，然后讲到哪里了？乙一是吧？不知羞耻的紫烟是的，不知羞耻的紫烟就是福葛，后来不是脱离了那个大部队，是不是？就他们决定要反叛那个 boss 的时候，福葛是怂了，是不是？然后后面他的最后一个登场画面，我记得是不是其他人什么，就坐着一个小艇就走了，他最后就留在那个岸上，好像是这样一个画面嘛，对吧？他在正片里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嘛，是吗？那后来他还有在其他地方还有故事了，对吧？但我没看过，我什么时候去找来看一下？我是深度99迷啊，但我兴趣太广了，也不是啥都看。然后呢，今天讲完了乙一，对吧？到这里，那正好差不多1个小时了。那剩下来的话要讲一坂幸太郎了，哈哈，那一坂幸太郎的话可不是2、3句话就讲完了。
先给，正好刚才也看见了一本新太郎的书也在这里。哎呀，抽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最喜欢的一本新太郎的小说之一《金色梦乡》。这个电影大家看过吗？电影是那个芥雅人演的，是不是？是雅人书演的是吧？我觉得那个形象跟我想象中的这个小说的主角不太搭，不太一样啊。那有电影版的，那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新太郎小说之一啊。但是我更加喜欢的可能是他的那个杀手系列啊。但一本新太郎的话，咱就放在下次直播的时候再讲吧。因为一本新太郎这里我要讲一讲我的一直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一本新太郎跟九把刀那么的像呢？咱频道有不少这个台湾的朋友，对吧？你们应该也看九把刀的小说吧？九把刀这几年也不写小说了，气死我了！这个电影越拍越烂，回去写小说去啊！九把刀，嗯，一本新太郎跟九把刀太像了，就除了这个杀手宇宙有那么就，他们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像，是那种精气神上的极度的相似。在有这个杀手系列之前，那什么奥杜邦的祈祷啊，什么一本新太郎那个世界观，他小说里面的宇宙观都好像是跟九把刀是相通的。我感觉他两个人就好像是一起在进到了同一个梦境里边，然后醒过来之后把他们记得的那个印象写出来，有这种感觉。那这个就下次再展开讲吧。那这次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临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啊。然后我回去看一下我那个帖子里边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今天下午就在折腾我的那个 OBS，所以我没去看我那个帖子下面的留言啊，我去看一下啊。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这个，就是打字把你们现在要想到的问题，可以告诉我。这位朋友为什么你要说哦天赋呀？我刚才说到什么东西了？我刚才说到啥让你觉得非常的吃惊了？嗯，我去看一下这个大家在前面那个问题征集帖里边的那些留言啊。有一位朋友说，就是说，跟我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日本战后的一些思想变化的一些书，拥抱战败，我的确在我的候选书里。另外，他说了几本叫做《民主与爱国》、日本政治思想史啊，这两本书我没有看啊，我不太了解，我去看一看啊。我的确策划过一些这个，后面我想讲的一些东西，就是要涉及到一些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国家，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可能涉及到这种外国的主题的话，目前涉及最多的就除了就是美国还有欧洲嘛，对不对？那其实还有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些热点的一些地区啊，日本啊、韩国呀这几个我们最重要的邻国，然后东南亚啊。就是好多好多，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国家、一些地区的一些什么文化思想啊，这样的一些，他们为什么那个国家会变成现在这样啊，民族性啊这些东西，我是找了一些书啊，那在合适的时候再拿出来讲啊。有朋友说这么多书为什么可以读这么快？其实，就是，嗯，其实这样啊，就是嗯，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特别快的，其实要看这件事情在你的生活里面的优先级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会说，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时间这个读书啊什么的，读一本书也挺花时间了，对吧？一本书加起来可能好几个小时吧，如果就那么一字一句的读完的话。如果是那样的话，但是，那可能是因为我把这个读书当成我的这个生活里边优先级很高的事情啊，我可以不做其他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就空出来可以读书了。但是比如说，你如果说，你说你没有时间读书，但是你有没有时间看电影？你可能有，对不对？你有没有时间跟朋友出去逛街？可能你会觉得有，对不对？那是因为那些事情的优先级在你这里是更靠前的。那些东西如果都做完了之后，那剩下来给书的时间当然就不多了，对吧？但在我这里的话，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我说过嘛，我每天在外面遛狗，就有2个小时时间在外面就走来走去，这个时间的话，我是全用来读书的，听书啊，当然现在是，
我听一天大概就要听2个小时，但我听得非常非常快，就是我现在可以这个语速超级快，快到我老婆觉得你真的是在听东西吗？就可以快到这样，以至于我现在说话都特别快，是不是？我是不是说话有的时候都快到大家觉得我有点急，是吧？我以后要尽量，可能还要稍微压一下的。那但后面这点书这不算什么，对不对？这后面很多书是我看完之后很喜欢，我再买了，这是我过去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很多呀，对吧？那这边的柜子打开来里面都是书啊，这边也都是呀，对吧？都已经叠了几层了呀，对吧？也全部都是啊。这个柜子现在只有一个角落呀，对不对？然后我对面还有一墙啊，我对面的这一墙是跟这边有一样多呀，对吧？我搬家的时候卖掉很多呀，刚才也说了，对吧？嗯，但但还有一些书，那说实话呀，我不是每本书都一字一句的全部读完了，因为你们也知道的，就是说，你说真正这个世界上，就是能读完之后5颗星，然后字字珠玑啊，字字珠玑的那种书也很少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书比如说我看完前5章，我觉得哦，大概的框架我知道了，那可能从第6章开始，我很快就翻完了，因为真的很多书的话，你完全可以就是说这章主题是讲这个的，再翻几页。哎，我今天的声音太小吗？今天声音有点小是吧？那我下回再调整一下啊。以后你们可以给我反馈啊，那我慢慢调整，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用这个 OBS，我就一直都没有去调，我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那我继续说书啊，那就是我说什么了？嗯、哦那这个我刚才说到什么来着？哦，就有些书可以略看啊。那比如说那种这个，比如说我看的最多的可能还是心理学的书嘛，对不对？那种的话，又是我的专业的东西，那我完全可以前5章看完，后面还有10章。那这10章的话，我可以翻一下开头，每一章开头，对吧？讲什么东西的，最后几页可能有一些结论，然后中间就挑着看那些，就是说它可能有几个重要的案例、重要的实验，那很快1章就过去了。那这样的书，我觉得我算看完了呀。对吧？那虽然是一种这种不是一字一句看完的方法，但也是看完了呀。那些文学的书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今年其实我开始做这个节目之后，其实我牺牲蛮大的，就是我的这个我的这个文学的书，我今年看的很少很少呀，就看了那么几本，基本上在帖子里面跟你们说了，剩下来的一些可能都是以前看完的。我今天说的这些书没有一本，就除了那个小说家与业的分界线，就那本书是今年看完的，剩下的都是老早看完的书啊。今年已经现在已经很少了，看这些文学书。后面我调整一下节奏吧，我也希望我能够再多看一点这些文学书啊，对吧？讲文学书也蛮有意思的，是吧？虽然不能够那种做一些节目那样讲，那就这样聊一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好，那我再看一下那个留言贴里边啊，之前有一个朋友留言，好像他也在我们直播间，对不对？说这个我也是日本推理小说爱好者，早期也挺喜欢东野圭吾，但后来有点感觉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喜欢的起来，对不对？好像跟岛田庄司、大田诚一郎那些更加本格的相比，好像不够 sharp，对吧？那我跟你的感觉挺像的，我跟你的感觉这个挺像的，就是我觉得东野圭吾可能很多东西都权衡的蛮好的，所以他很受大众欢迎嘛。但是它不够 sharp，你总结的特别好，我觉得。嗯，哎，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听书了，听 AI 语音已经听出了生理厌恶。我是听 AI 腔听出了这个生理厌恶啊，就不是而是，不是而是，不是而是，对不对？哎呀，搞得我现在我自己都不敢说不是而是了。其实说起来，不是而是本来就是一个正常句式啊，这完全就是被 AI 糟蹋了。我自己写东西也会写到不是而是呀、但是 AI 写东西就是从头到尾全是不是而是。我一开始还不是特别敏感，再后来听一些就真的是，真的是眼晕啊，那真的是啊。我听书的话是那个，我用的是，我听书用的就是那个腾讯读书啊，
包括我其他来源的那种也会放到那个腾讯读书里面。我腾讯读书用的声音是那个2024版的男生，它不就女生男生，然后有不同年代开发出来的版本吗？我看一眼啊，我的这个微信读书上，对，是 AI 男生2024，这个声音是那种在比较嘈杂一点的环境里边穿透性最好的，即使有点吵，你也声音不用开很大就能听得清。它后面开发的那些更加自然的那些声音，但反而穿透力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不太喜欢，我基本上就一直用这个声音。如果它后面这个下线了，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听书好了。我自己上 Codex 写一个吧，写一个听书软件吧，是不是也可以啊？带入耳式，耳朵发炎流水，对吧？那我是用这个，我是用 AirPods 的，AirPods 嘛是半入耳式嘛，所以还好。然后这个降噪效果，AirPods 4嘛，这个是降噪效果也可以啊。但我就算带这种半入耳式的，带多了的确耳屎比较多，说实话啊。有同学问说，魏老师最喜欢九九哪一部？你觉得哪个人物刻画的比较深刻？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可能第四、第五部并列，四是那种非常轻松，对吧？非常轻松的那种氛围，然后人物什么也都好，而且九九系列应该说是它那个体系什么是第三部的后半部就进入埃及之后开始成熟的嘛，对不对？那第四部是完全成熟了嘛？然后就是对吧？第四部嘛，然后就第五部嘛，就是意大利那一部嘛，黄金之风嘛，对吧？就杜王厅的这一部和意大利的这一部，那个然后那个空调徐人那一部就垮掉了，我觉得，就那个替身能力已经莫名其妙到他都已经解释不清楚是啥了，那我觉得后面都不行啊，后面的话我就瞎看看，随便看看了，我都很多人物我都分不清楚了，就这里面最喜欢的人物啊。可能我以前的网名，我的中二时期的网名叫疯狂钻石啊。那你说我最喜欢谁呢？对不对？第四部的很多人物都刻画的很好啊，反派里面刻画的最好的也是吉良吉影吧，我觉得。然后第四部的这个男主，这个疯狂钻石的这个叫啥来着？完了，我老了，时间线上了。第四部的很多人物都喜欢，还有那广濑康一，对吧？也非常有意思啊。他那个傻乎乎的朋友，其实性格都挺立体的呀。然后还有那个最有意思的人物，那个画家叫什么？天国之门那个叫什么来着？岸边露伴，哎呀，岸边露伴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我觉得第四部很多人物都刻画的很好啊。那第五部的话，男主其实比较扁平啊，但那个布加拉迪非常好啊。布加拉迪这个人物应该最成功的吧，是吧？嗯，还行，但贵是说什么东西贵啊？嗯。英语 AI 也是 not only but，那就是说它这个是一种那个它的 AI 的思维方式上的一种问题，是不是这个 AI 腔？有一些是语言上的，可能就是说中文有，英文没有，但是这个not only but，因为 AI 就特别喜欢做这种就是有点强行上价值，强行抽象出一个东西来嘛。而一旦做这个操作的话，他就用这种 not only but 这样的一个句式是最合适的嘛。所以我感觉还是 AI 在这种思维方式上有一些非常奇特的一些选择，好像这样。东野圭吾推荐从哪本书开始看呢？东野圭吾的话，我推荐你就先看我刚才推荐的那两部啊，就先看《恶意》，然后看《解忧杂货店》、《解忧杂货铺》、《解忧杂货店》啊，对吧？这两部如果喜欢的话，你看，然后再看《星参者》嘛，然后其他的话你就看大家其他人的推荐吧。其实东野圭吾我觉得并不算，反正我刚才说我开头说过嘛，我不是特别喜欢嘛。那后面啊，其实今天都没有特别集中在推理小说家啊，也不是啊，有几个都不是特别典型吧。那后面咱们会讲到更多的我喜欢的这推理小说家。那好，大家还有问题吗？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的话，哎，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是从《黄金体验镇魂曲》开始，有一些什么因果律的能力，就开始变得比较玄学了，对吧？呃，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荒木老师的一些创意，他一个人的脑子，他能想到那么多的这个替身能力，已经非常的不得了了。啊，不好意思，打个嗝。哎，已经非常不得了了。你说他的那种替身能力已经是非常天马行空的了。你回头再去看漫威的那个美漫里边的那些超能力，其实大量的都是重叠的呀，那多没意思啊！都眼睛上放各种射线，对不对？你放红颜色，我放绿颜色，对吧？要不就要不就是你能够吸收能量，我能够放能量，对不对？你能做冰，我能做火，那全是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荒木飞里面已经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了，他一个人能够想出那么多来，已经是太不得了了。所以到后面就是有点已经说不清楚了，乱七八糟的都各种因果律的，那就情有可原了。我非常同意啊，那是从黄金体验安魂曲开始的，就是涉及这种莫名其妙的因果了。那再后面就越来越说不清楚了，这些能力尤其第六部吧，整个第六部啊就没有几个能够完全说清楚的。然后于是各种替身打起来那种，最后怎么打赢的，怎么反转的，也非常的莫名其妙。OK，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那我们就再见了。因为我要说再见的话，大家可能1-2分钟之后才会回复我，那我就直接我在这个我在聊天窗口里面打个拜拜，我就下线了，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一会儿的话，就大家关于这个直播的时间，如果你们有这个更好的一些提案的话，你们也可以跟我说一下，什么时间更加方便。星期天晚上这个时间的话，是因为上次我在香港嘛，对吧，在香港玩，然后就是临时决定的嘛，不一定是固定的时间啊。如果大家觉得有更加合适的时间的话，就在这边一会儿可以留言一下，跟我说一下有没有更加合适的时间，大家觉得，比如周几啊，或者如果都是晚上都可以的话，大概几点开始啊？这样对吧？我们的时间的话，可能都是这样，1个多小时这样。那你们可以给我一个反馈，因为也是咱们的这个朋友的话，一大半可能集中在这个东八区这个时间，对吧？还有一半是大概集中在北美，这时间上可能也挺难安排啊。那我尽量能够找一个可能有更多人同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吧？好，拜拜，拜拜。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话，就留言给我。好，好，那我就先关直播了。